先祖，您保重。随着天幕之行的结束，萧炎和薰儿对萧玄告别后，他们被天幕的力量强行带出，空间裂开，吸力暴涌，将他们吞噬。外界，通玄长老等人紧张地等待着3年之期的到来。突然，空间裂开，雷族的人率先出现，气息比进入时强横不少。接着是药族、炎族等10族的一位成员，更是从7星斗尊晋升到8星。然而，魂族的魂牙与魂力却失去了生机，被古族长老唾弃。通玄长老沉声道：“魂牙2人葬身天幕。”古族众人幸灾乐祸。火炫等人猜测，魂牙2人可能是被萧炎所杀。他们进入天幕后，曾与萧炎交手，而萧炎的实力让他们感到意外。古青阳等人也觉得，只有萧炎与薰儿有能力斩杀魂牙2人。就在众人猜测时，萧炎与薰儿踏着虚空，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古青阳等人感受到萧炎强大的气息，不禁惊叹。他们意识到，萧炎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们的想象，难怪魂牙2人会死在他的手中。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萧炎与薰儿缓缓自虚空中踏出，稳稳立于天空之上。清风拂来，衣袍与青丝随风轻舞，宛如神仙眷侣。通玄长老等人看到薰儿安然无恙，都松了一口气。薰儿如今是古族最重要的人物，若他有意外，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。通玄长老的目光转向萧炎，眼中闪过一丝金色。萧炎的气息已达到8星斗尊巅峰，比半年前强了数倍。长老们面面相觑，震惊于萧炎的实力提升速度。通玄长老猜测，这或许与萧玄的幕府有关。萧炎与薰儿环顾四周，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空气。萧炎注意到魂牙2人的尸体也被传送了出来，火炫带着火炙迎了上来，惊叹萧炎的修炼速度。虽然火炫自身也即将突破8星斗尊巅峰，但比起萧炎依然逊色不少。古青阳等人也前来道喜。众人对魂牙2人的死心中各有猜测，古青阳更是认定此事与萧炎脱不了干系。然而，远处天际骤然出现2道黑雾，化作2名黑袍老者。他们看见魂牙2人的尸体，顿时神色大变，愤怒而悲痛，目光很快锁定了萧炎，将仇恨倾泻于他。话音未落，其中一名黑衣老者怒而出手，甩出泛着阴寒之气的黑色锁链，袭向萧炎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，萧炎神色平静，伸手将锁链握住，紫褐色火焰沿锁链反击，与黑雾在空中猛烈撞击，爆炸声响起，劲风席卷。最终那名黑衣老者被震退一步，而萧炎纹丝未动。通玄长老出言制止，薰儿更是冷声质问魂族2人，指出魂牙2人在天幕内曾暗算古族一行人，要求他们给出解释。魂灵2人闻言，面色阴沉，却不敢承认，最后放下狠话，带着魂牙2人的尸体愤然离去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萧炎目光冰冷，随后扫视周围，却发现小医仙等人已不在此地，这让他不禁眉头紧皱，心中隐隐生出不安，预感到星陨阁恐怕已发生了什么事。望着远去的魂灵2人，通玄长老出现在薰儿面前，关切询问他是否无恙。薰儿微微摇头，示意自己无事。萧炎犹豫片刻后，向通玄长老询问小医仙等人的下落。通玄长老告诉他，小医仙等人在他进入天幕3个月后便离开了，想必已经回到星陨阁，只留下话让他出关后尽快回去。听闻此言，萧炎心头一紧，暗觉星陨阁恐怕出了变故。他看向薰儿，问他是否此次随自己离开古族。薰儿略作沉吟，刚想答应，通玄长老却连忙制止，告诉他族中最近有大事，长老愿商定他绝不能离开古界。薰儿微蹙黛眉询问原因，通玄长老看了看萧炎，见薰儿坚持，便低声告知灵界突然关闭了。薰儿与萧炎皆是一怔，薰儿面色顿时微变，萧炎也意识到这灵界便是远古8族之一灵族的所在。通玄长老解释道，族中派人查探，却未有丝毫消息，灵界原本所在的空间彻底消失，就仿佛被隐藏起来。薰儿轻声道，若非遇到绝顶大事，灵族绝不会封锁空间。通玄长老也眉宇凝重，若连灵族都遇到灾难般的麻烦，古族也需提前防范，因此这段时间薰儿不能离开古界。薰儿神色凝重，这是他首次听到同为远古种族的灵族竟封锁空间隐藏起来，心中顿觉不安。萧炎沉吟后也劝薰儿暂时留在古界，这里才最安全。薰儿听后只能点头，叮嘱萧炎在外多加小心，如今他与魂族的仇怨已深，随时可能遭到真正强者的袭杀。萧炎轻笑示意薰儿安心。通玄长老随即提议，让萧炎今晚暂居古界，待明日由古族一并送他们出界。萧炎对此没有异议，点头答应，心中已隐隐感到外界风云愈发诡谲。月光如水，洒落在宁静的葱郁山脉中。幽静的竹房前，萧炎负手而立，望着明月，心中略有惆怅。外界虽然只过了半年，但在天幕内，他与薰儿已相处3年，这3年的陪伴让他习惯了他的存在。然而明日他又将离开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这时，薰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柔软的玉手轻轻握住萧炎的手，绝美的脸颊带着柔美的笑容，让他心头一暖。萧炎犹豫后轻声道，有件事要告诉他。薰儿靠在他怀里，轻声道，是彩铃的事吗？萧炎微微僵硬，
错愕地望向薛儿，没想到他早已知晓。薛儿低声道：“以他在古族的身份，总会有人主动把他的消息送到他这里，包括彩铃的事。”萧炎心中一暖，却不知道如何解释。见他笨拙，薛儿轻叹：当初他也气过，但终究无法因此忘记他。既然不想忘，就只能接受，但也不能让他太过轻松。话音刚落，薛儿张口在萧炎胸膛狠狠咬了一口，连萧炎嘴角都忍不住抽搐，却不敢动弹，生怕斗气反震伤到他。薛儿松口，佯装恶狠狠道：“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花心？”望着此刻娇俏的小女儿姿态，萧炎心中升起火热，猛地低头堵住了薛儿的嘴。薛儿娇躯瞬间僵硬，羞红如霞，轻微挣扎后也终于情动，任由萧炎索取。此刻，古族的女神终究化作了他怀中的绕指柔，两人紧紧相拥，仿佛要融化在月光之下。然而，就在萧炎准备更进一步时，一道轻咳声突然响起，两人迅速分开，看去，只见一位中年人站在不远处，正是薛儿的父亲，古族族长古元。见到父亲，薛儿脸颊通红，玉手狠狠在萧炎腰间一扭，娇躯一闪，躲进了房间。萧炎苦笑，硬着头皮，尴尬地看向古元。古元看着神色尴尬的萧炎，又望向那幽静的厨房，忍不住轻叹。即便身为薛儿的父亲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薛儿与男子如此亲近。古元走向萧炎，提到萧玄。萧炎略显迟疑地回应见过。古元感慨，萧玄为了给萧族保留火种，甘愿将自己变为能量体，虽存活下来，却只能永远囚禁于天幕之中，承受无尽孤独。萧炎低声问可否有办法解脱，古元摇头，表示天幕由一位古老斗帝所创，要打破规则，或许需达到那种至高无上的层次。斗帝之名让萧炎苦笑，那是近乎传说般的存在，连古元这等巅峰强者提及时，神色亦极为复杂。面对萧炎的疑问，古元沉默许久，才喃喃道：“到了斗帝那种层次，如神灵般俯视大陆，众生皆如蝼蚁。”古元提醒萧炎，明日便要离开古界，让他小心行事。如今以萧炎的实力，古族长老们已不会再为难他。因灵族之变，薛儿短期内无法离开古界。萧炎询问灵界之变是天灾还是人为，古元也不确定，只知若真是人为，能将灵族逼到此地步的势力极少，古族都难以办到。当萧炎提及魂族，古元却摇头，认为魂族虽神秘，若真要对灵族动手，必定兴师动众，古族不可能毫无察觉，而且魂族没必要树立如此劲敌。古元叹息，这些事暂且与萧炎无关，将来必有真相，并提醒萧炎切莫忘记自己答应他的事。薛儿的血脉对古族极为重要，若出差错，即便他不出手，其他长老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萧炎苦笑点头，古元见状也劝他早点休息，随即身影逐渐淡去，最终消失。萧炎望着古元离去的方向，轻叹一声，心中有种意犹未尽之感。翌日清晨，山脉间恢复喧嚣，天空上破风声不绝。萧炎与薛儿自厨房走出，飞向前山脉。半空中，几艘巨大战船悬立，声势浩荡。古族众多年轻一辈齐聚，林泉、林朽等人见到萧炎，目光皆闪避，带着畏惧。如今萧炎实力暴涨至8星巅峰，在古族年轻一辈中，唯有薛儿与古清扬等人能与之一战。此时，萧炎察觉到一股注视的目光，循声望去，见到半年前败于他手下的古妖。两人目光相对，古妖淡漠地点了点头。萧炎愣了愣，也微笑回应。古妖虽对薛儿有情，却拿得起放得下，性格磊落。号角声响起，战船即将起航。药族的药星级忽然出现，递给萧炎一张翡翠玉简，称那是要足足点请帖，并说他的老师会需要他。萧炎接过，未拒绝，只是淡淡道谢。药星级也未多言，转身离去，表示希望日后能与萧炎比试炼药术。萧炎陷入沉思，将请帖收起，转头对薛儿轻声道别。薛儿微笑道：“保重。”萧炎也不再多言，洒脱转身，化作一道光影，跃上战船，消失在众人视线中。望着萧炎的背影，薰儿轻轻叹息。号角在响，乌云翻腾，战船缓缓震动，最终化作重重乌云，携带惊人声势，疾驰向古界之外而去。